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程毅的右脚二郎腿绝缘体去世，可爱到让人破防。在娱乐圈这个光怪陆离、节奏飞快的世界里，艺人的每一个小习惯、每一段童年故事，都可能成为粉丝们津津乐道的宝藏八卦。而程毅这位以沉稳、内敛著称的演员，居然有着一个萌得离谱的冷知识：他不会用右脚敲二郎腿。不是不会敲二郎腿，而是只会左脚，不会右脚。这个趣事要追溯到程毅的童年。小时候，他和奶奶一起生活，奶奶是那种特别讲究礼仪和规矩的长辈。她告诉小程毅，敲二郎腿在外人面前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，显得轻浮不庄重。因此，在别人家的小朋友随意翘起二郎腿的时候，程毅早早就养成了规矩，坐姿端正，双脚平放。很多人长大后会慢慢忘记童年的这些小禁令，但程毅显然是那种规矩刻进骨子里的人。长年累月下来，他不仅不习惯敲二郎腿，甚至连动作的肌肉记忆都没有养成。直到后来进入演艺圈，有一次接到的角色需要他在戏里翘起二郎腿，他才第一次真正去学习这个动作。学习的过程并不顺利，别人可能一抬腿就能轻松完成，他却觉得别扭得很，身体和脑子都在抗拒。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他终于学会了，不过只学会了左脚在上，右脚在下的版本。至于右脚在上，那简直像是天方夜谭，怎么都找不到平衡感。于是就有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，无论是在电视剧里，还是综艺访谈中，亦或是机场路透、发布会现场，程毅的二郎腿永远都是左脚版，右脚版几乎是绝迹于世的稀有画面。坊间甚至有果粉丝昵称爆料，说自己曾经亲眼见过一次程毅右脚二郎腿，但场面实在太好笑，因为右脚不会自然地翘上去，他干脆用手把右腿抱起来，小心翼翼地放到左腿上。那一幕就像是一个努力完成任务的小学生，又笨拙又认真，让人忍俊不禁。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灯光下，他低头看着自己的右脚，微微皱着眉，双手托着小腿往上搬，动作慢到像是生怕弄坏了什么贵重物品。等右脚终于成功就位，他露出一个有点得意又有点害羞的笑容。那一刻，任何关于偶像包袱的定义都失效了。眼前这个人，不是冷酷男神，而是一个憨憨、可爱到破防的大男孩。粉丝们自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好玩的点。有人调侃说，左脚二郎腿是程毅的招牌动作，右脚二郎腿是限量版珍藏。还有人笑称，如果哪天你看到程毅轻松翘起右脚，那一定是 AI 合成的。这种内部梗反而成了粉丝群体之间的亲密暗号。一提到右脚二郎腿，大家都能会心一笑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个故事还意外展现了程毅的另一面，他的真诚和坚持。从小养成的习惯，他真的会一直保持。工作需要时，他会去努力学习，尽量做到最好。做不到的地方，他也不会勉强掩饰，而是用一种坦然甚至自嘲的态度面对。这种不装不掩的性格，在光鲜的娱乐圈反而显得格外珍贵。可能正因为如此，这段右脚二郎腿绝缘体的趣事才会被大家反复提起。它不是为了博眼球的刻意炒作，而是一个完全属于程毅的生活小片段。这样的片段能让人透过屏幕看到那个舞台灯光背后、荧幕角色之外的真实程毅，带着一点少年感的纯真，又夹着一些成年人罕见的笨拙可爱。有人说，喜欢一个演员，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作品和演技，还因为他身上那些微小却独特的特质。这些特质可能是一句口头禅，一个小动作，
或者就像程毅这样一个不完全版的二郎腿动作。他们让明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符号，而是可以被感知、被亲近、被喜欢的人。所以，当下次你看到程毅熟练地翘起左脚二郎腿时，不妨想一想那个笨拙搬起右脚的瞬间，那里面藏着他的童年、家教、认真和可爱，也藏着粉丝们愿意为他一笑再笑的温柔理由。